2026年4月25号，华盛顿，一名男子冲破安保检查站，拿着枪支和刀具，冲向了白宫记者晚宴现场。特勤局人员当场将他制服，但枪声已经响起。一名特工中弹，所幸防弹衣挡住了子弹，川普被迅速撤离。这是他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第3次遇刺，而就在同一个酒店，45年前，里根总统也同样遇刺。随后，川普在白宫新闻发布厅举行了紧急记者招待会。记者问他，为什么你会一再成为刺杀目标？他说他研究过这件事儿。总统这个职业是一个危险的职业，而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就是被针对的人，比如亚伯拉罕·林肯。他说做美国总统危险，这是事实。历史上美国总统的死亡率高达 8.7%。我们今天不讨论美国人的持枪问题，还有他们对刺杀总统的狂热爱好，也不讨论川普是不是能和林肯并肩。我们想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问题一问，很多人大概都想笑，这太简单了呀！中国社会控制的死啊，菜刀都要实名制，领导出行大范围清场，人民群众隔领导恨不得8丈远，现在还基本上都是演员，你刺杀个毛线？答案真的那么简单吗？在苏联，斯大林死后档案解密，人们才发现那个从未被威胁过的钢铁领袖一生经历了至少4次有据可查的刺杀行动。最著名的一次是1944年，德国情报局派原苏联红军军官彼得·塔夫林携带毒药子弹和便携式火箭筒，伪装成苏联反情报少校潜入境内，目标是在克里姆林宫的活动中接近斯大林。当然了，他被捕了，但这件事儿苏联公众等到冷战结束之后才知道，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而在中国，1971年，林彪作为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作为写进党章的最亲密战友，策划了一个代号571工程的政变刺杀计划。计划书里把毛泽东称为 B52。针对毛泽东，他们发动了3次刺杀尝试，最后全部都失败了。最终，林彪仓皇出逃，飞机在蒙古坠毁。这件事儿，中国官方整整捂了1个多月，才不得不告诉党内高层，又过了1个多月，才不得不告诉普通中国人。连这种根本就捂不住的事儿，都要延迟数十天才告知公众，那被完全掩盖的还有多少呢？1955年，周恩来险些被杀。国民党特工策反了一名在香港启德机场负责飞机地面维护的工人，在周恩来即将搭乘的印度航空克什米尔公主号上面安置了炸弹，飞机在南海上空爆炸，16人罹难。周恩来不在飞机上，他被阑尾炎救了，官方的说法是临时手术。但是牛津大学学者曾瑞生研究之后发现，周恩来可能事先已经知道了刺杀计划，秘密更改了行程。这件事儿算是公开的，但又有几个人知道呢？整个事情被大幅度淡化处理了。我们看看全球的背景数据，美国经济学家琼斯和奥尔肯在2009年发表的研究当中，收集了1875年到2004年全球所有领导人遇刺事件的完整数据。他们得出了一个让人始料未及的结论：从1950年至今，每3年中就有近2年，全球有至少1位国家领导人遭到刺杀。也就是说，刺杀在全球政治版图上根本不算稀罕事儿。中国就那么特殊吗？有没有可能我们对没有发生刺杀的确信本身就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印象上呢？而威权体制又为什么要系统性的隐瞒或者给刺杀事件降调呢？你想想啊，在一个没有独立媒体、没有独立司法、没有信息公开的体制里，一次刺杀即使它失败了，都仍然意味着领袖的权威被公开挑战，意味着安保系统颜面尽失，意味着可能引发模仿效应。而从前面那些公开的例子当中，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这2个案例里的刺杀者
全都不是普通人。中国有林彪刺杀毛泽东这个案例，在体制相同的苏联，根据解密的档案，柳什科夫，苏联秘密警察部门的远东区负责人，这在内务部是最高级别的叛逃者。他在投靠日本之后，协助策划了刺杀斯大林的行动。威权体制的特色是，对领袖有仇恨的人没有刺杀机会，而有刺杀机会的人其实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他们要么是在权力斗争当中被逼到了绝路，要么是在更大的诱惑面前成为了赌徒。林彪感觉到毛泽东不再信任他了，柳什科夫感觉到斯大林要清洗他了，在那个临界点上，原本的盟友转个身就变成了刺客。耶鲁大学政治学家米兰斯沃利克系统分析了1946年到2008年之间的全球所有威权体制，他的结论是，超过2/3被推翻的独裁者是通过宫廷政变、军事政变或统治集团内部继承战争被体制内精英赶下台的。也就是说，抛开敌对势力不谈，刺杀川普这种民主社会首脑的大多是平民，而对威权社会领袖动手的大多是体制内精英。为什么普通人做不到？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威权体制刻意设计出来的结构。汉娜·阿伦特说，恐怖只能绝对统治那些彼此隔绝的人，因此所有专制政府最首要的关切之一就是造成这种隔绝状态。换句话说，威权政体最擅长的事情不是建造监狱，而是把人原子化，把人们变成流沙，系统性的制造孤独。因此，从结构上看，对威权体制而言，刺杀永远是精英政治失败的产物，不是民众反抗的产物。基于这个结论，那第三个问题就产生了。1944年7月20号，东普鲁士密林深处的狼穴指挥部，施陶芬贝格在北非战场上失去了右手、左手2根手指，还有左眼。他用剩下的3根手指在出发前给妻子妮娜写了最后一封信。就在几天前，他在另一场会议里带着炸弹坐在希特勒对面，最后没有引爆，因为希姆莱不在现场，他认为必须同时干掉2个人才够。7月20号这天，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动手了。他把装有炸弹的皮包推到了希特勒脚边的桌子下面，然后借故离开了会议室。爆炸发生了，希特勒没死，皮包被人无意间挪到了桌腿另一侧，那块厚重的橡木桌腿替他挡住了大部分冲击波。希特勒只是震伤、耳鸣，右手臂暂时麻痹。施陶芬贝格以为成功了，他飞回柏林，开始启动政变计划。几个小时之后，消息传来，希特勒还活着，政变迅速瓦解。施陶芬贝格当夜被捕，次日凌晨即被枪决。这是历史上准备最充分的刺杀行动之一，但历史学家后来提出了一个更为冷酷的问题：就算炸弹成功了，就算希特勒死了，纳粹德国会结束吗？答案几乎是一致的，不会。戈林在等着，希姆莱在等着，鲍曼在等着。纳粹党的权力结构早已经不依赖希特勒一个人而存活，杀掉他只是换一个人坐上那把椅子，继续推动同一台机器运转。但等一等，学界还有另一种声音，而且是有数据的，就是前面提到的琼斯和奥尔肯。在他们那份研究1875年至2004年的数据集里，还发现了一件非常反直觉的事情。平均而言，成功刺杀独裁者会产生持续性的民主化转变。这不是证明了杀掉独裁者是有效的吗？咱们先不要急着得出结论。他们所说的平均藏着一个关键的变量，研究同时指出，效果的大小取决于政权的制度化程度。什么是制度化程度呢？简单的说，这个政权是靠一个人的个人威权维系的，还是靠一套深嵌在数十万官僚、军队
意识形态里的制度来维系的。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靠的是个人威权，杀掉了萨达姆，权力结构可能确实就会崩解。但中共是什么？斯沃利克的研究将中共列为当今世界制度化程度最高的威权体制类型。他在书中专门以当代中国为例，说明高度制度化的威权体系为什么能在领导人更换时保持稳定。这也是为什么刺杀推动民主化的平均规律在中共这个体制上不太可能适用的原因。杀掉一个人，在个人专制体制里可能会改变体制，但在高度制度化的威权体制里，他只是换了一个守门人。普通人没有能力刺杀威权领袖，而精英刺杀成功了，也没有办法改变体制本身。那我们就想问，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众起义，改朝换代，这是我们在历史课本里被教导过的常识。但是让我们把这个理所当然的常识放到显微镜下，再仔细看一看。比如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的李自成，农民军攻陷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明朝就此覆灭。但有一个细节，大多数人并不知道。1644年3月18号，李自成已经兵临北京城下，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件极度反常的事儿。他派了一个投降的太监秘密进城去找崇祯谈判。李自成的条件翻译成白话，意思就是说，大刀已经架在你脖子上了，你只要封我为西北王，给我100万两银子，我立马就不打了，还帮你去守边疆。坐以待毙的崇祯竟然拒绝了，他怕在史书上被写成软骨头。第二天，北京城陷落。李自成，一个失业的旧秩序基层公务员，虽然非常边缘，但和平头老百姓比起来，也算是半个体制内精英了。没有他牵头，数十万农民也聚不成团，更别说打进北京了。但就在胜利唾手可得的时刻，他想要的不是打倒整个旧秩序，而是重新加入旧秩序，完成精英等级的跃迁。事实是，他也没有办法建立新秩序。北京陷落之后的不到1个半月，清军就入关了。镇守山海关的明军总兵吴三桂，另外一个手握重兵的高级精英，出于个人恩怨，做出了引清兵入关的决定，迅速抢走了民众力量得到的果实。辛亥革命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节节推进，清廷摇摇欲坠。但真正让清朝垮台的是袁世凯，北洋军的最高统帅，是他说服了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的。没有他的倒戈，武昌的枪声很有可能只是另一次被镇压的地方起义。哈佛大学社会学家赛达分析了法国、俄国和中国的3大革命，他的核心结论是，社会革命需要2件事情同时发生：国家结构自身的危机瓦解，以及来自下层的大规模起义，缺一不可。民众的起义制造了压力，但压力只有在国家结构出现裂缝，也就是说，精英内部出现分歧，军队不再可靠的那一刻，才能变成历史的转折。每一次，民众是燃料，精英是火种。燃料再多，没有火种是点不着的。中国政治几千年，换的从来不是游戏规则，只是拿牌的人。根据我们以上这些分析，我们可以向今天发问。2012年2月，王立军，原重庆市公安局长，逃进了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据说他向美国人透露了一个信息，他的上司薄熙来以及薄熙来节目的周永康正在策划某种形式的政治行动，阻止习近平接班。3月15号，薄熙来就被免职了。这不是街头抗议，这是2个坐在权力最顶端的人试图在权力交接的窗口期改变游戏结果。后来习近平上任之后，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系统性地清洗了可能形成对抗能力的精英。
在政治上，薄熙来、周永康、徐才厚另计划。2015年，他还对中南海的安保人员进行了大换血，连自己的保镖都不能信任。在经济上，王健林濒临破产，马云从公众视野里消失，许家印在法庭上认了罪。这些巨头随着他们背后的政治力量一起被清算。习近平在向所有人传递同一个信息，在这个体制里，任何一个精英只要大到足够威胁领袖的安全，就随时能被拿掉。他相当清楚，真正的威胁并不来自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那些人，他的警察、军队、天网、大数据足够对付了。他真正防备的是自己身边的人。但斯沃利克的研究却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件事儿它是无解的。独裁者必须依靠精英共同统治，但他给精英的权力越多，精英就越有能力推翻他。如果他收紧精英的权力，精英就会有动机密谋去推翻他。这是一个博弈论层面的结构性困境，不是个人的性格问题。可以说，习近平做的每一件事儿都在回答毛泽东面临的问题：谁会是下一个林彪？中共高度的制度化保护的是领袖的正常继承轮替，却保护不了领导者个人信任遭受重创。而习近平不断地进行党内清洗，正是在给他自己制造新的危险。如果你看到了这里，你一定会感到心有不甘地追问：答案不是民众没有用，而是民众的力量从来不能单独成事儿，它需要多种因素的合力。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内森研究中共政治数十年，他提出，对中国而言，最可能的政治转型模式是天安门模式，需要3个要素同时出现：大量积怨的民众，一个催化性事件，以及领导层内部的分裂。让我们从结构上重新看一遍。首先，民众集体的不沉默会改变精英的计算。威权政权最需要的就是民众保持沉默，因为在历史上，精英决定跳船，从来不是因为他们突然觉醒、良心发现，而是因为他计算了风险，并嗅到了改变的机会。而在他们的风险计算里，民众是一个关键变量。当街头开始躁动，当民众的不满开始变得可见，精英就明确地感知到站在这艘船上的代价开始升高。上个世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些都不是简单的民众打败了精英，也不是精英单独的政变，那是因为街头的人群让足够多的精英相信这条船已经沉了，现在跳还来得及。其次，民众集体的不合作是威权难以应对的慢性威胁。威权政权最害怕的还不完全是民众愤怒地走上街头，这些可以被镇压，而那些想反水的精英可以被肃清。但民众的不反抗、不支持、不相信、不在乎，会让他感到无能为力。哈维尔说了这么一段话：这种力量他不参与任何直接的权力斗争，他在那里激起的隐秘运动终有一天会浮现为看得见的东西。一个真实的政治事件，一场社会运动，一次公民骚乱的突然爆发，或者只是一种社会和思想气候无可遏制的转变。他写这段话的时候是1978年，捷克斯洛伐克最黑暗的岁月。11年之后，他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2021年，一个人在百度贴吧上发了一篇叫做躺平即是正义的帖子。我打算躺平，我觉得这是对的。他写道，我可以只维持最低的消费，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育不消费，靠打零工为生，像迪欧根尼那样住在桶里晒太阳。这篇帖子被删掉了，但躺平这个词儿在2周之内变成了一代人的共同语言。没有组织，没有旗帜，没有领袖，只是无数个人
同时做了同一个决定，停下来。真正杀死一个政权的不是愤怒，而是冷漠。2025年，中国的新生儿数量相比2024年暴跌了 17%， 创下了1949年以来的最低纪录。伴随人口下降的是房地产行业的集体沉没，年轻人躺平，中产阶级移民，无数人在日常生活里默默地撤退。习近平打掉了精英的牙齿，他驯服了军队，打压了商界，清洗了党内对手，但有一件事他是做不到的，他没有办法让这片土壤重新生长出对未来的信心。而现在，连国安部都不得不重拳出击，污名化并打击躺平了，这本身就是一种证明。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回答那个根本问题，到底谁能推倒威权体制？历史给出的答案是，从来不是单一的力量，不是一个刺客，不是一场起义，不是某个人的牺牲。尽管这些都是必要的组成部分，都有他们不可磨灭的意义。真正推倒一个政权的是多重因素的合力，在某个历史时刻的汇聚。民众失去了承载的意愿，精英失去了效忠的理由，一个催化性的事件打开了那扇窗。改变历史的那一步，往往来自一个连当事人自己都没有预料过的时机。习近平试图系统性地封堵每一个可能的缺口，但他看到了问题所在，和彻底解决问题从来不是同一件事儿。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值得更多人看到，请帮忙点赞、转发、订阅，并点开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